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佛历12月下14，万象多云，18到24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3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4基普，涨幅 0.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4.9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1.85基普，涨幅 0.28%。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1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基普，涨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57.65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9.3 点，跌幅 0.73%。开盘 1267.77 点，最高 1267.77 点，最低 1238.11 点。成交量74万6800股，成交金额10亿4293万4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10基普，交易量31万10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萨万尼。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70基普，交易额5亿6443万5000基普，其次是联合发展银行和萨万尼。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406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40万基普，涨幅 0.92%。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1月12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87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76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80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日本爱子公主访问老挝。日本爱子公主殿下应老挝国家副主席巴尼亚索图的邀请，于11月17日至21日对老挝进行正式访问。这是爱子公主殿下首次正式出访外国。老挝外交部副部长冯萨木安拉万女士在万象瓦代国际机场迎接了殿下。此次访问恰逢老挝与日本建交70周年。以及日本向老挝派遣志愿者60周年的重要纪念时刻，爱子公主殿下的访问被视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旨在进一步深化和具体落实老挝与日本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访问期间，爱子公主殿下除了会见老挝各级领导人外，还计划参观万象和琅勃拉邦的重要文化遗址。2. 老挝代表团出席俄罗斯索契国际会议。11月14日至15日，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关系部部长本勒潘达努厄率领代表团赴俄罗斯索契出席争取民族自由、反对新殖民主义行为会议和金砖欧洲国际研讨会。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党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俄罗斯统一党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强调了加强政党合作以对抗新殖民主义的必要性。本勒潘达努厄部长在会上发言，高度评价了民族自由运动的成就，并重申了履行国际义务以及支持争取民族自由运动持续发展的坚定立场。3. 老挝与荷兰庆祝建交50周年。11月17日，老挝与荷兰在万象举行仪式，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外交部代理部长麦通塔马因萨和荷兰驻老挝大使雷姆科冯魏因哈登共同主持了活动。两国官员高度评价了自建交以来两国基于互信和互利原则所取得的合作成就。在过去50年中，荷兰持续以双边和多边形式向老挝提供支持和援助，为老挝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老挝政府对50年来荷兰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4. 泰国向老挝塞布里县3所小学捐赠物资。11月15日，泰国异国兄弟姐妹项目负责人农努吉奥马尼塞女士率领团队抵达老挝沙湾拿吉省塞布里县，向县内的3所小学进行捐赠。塞布里县领导和师生热情接待了来访团队。此次捐赠总价值6490万基普，物资包括笔记本、文具、体育器材、生活必需品和60份助学金。
项目团队还向所有参与学生提供了午餐。塞布里县政府向项目20名团队成员颁发了县长感谢状，当地村民也向项目团队赠送了糯米等物品，并举行了传统祝福仪式。5. 万象桑通县儿童免于贫困保护项目圆满结束。11月18日，由万象市妇女联盟和儿童与发展组织共同主持的儿童免于贫困保护项目在万象举行闭幕会议。该项目2024年8月至2025年12月在万象桑通县的5个村庄实施，旨在促进和落实保护儿童免受暴力侵害的机制。活动包括为合作人员提供培训、推广家庭发展工具、宣传性别角色以及为贫困家庭提供物资以发展家庭经济等。会议报告指出，项目的实施为目标村庄带来了诸多益处。6. 老挝代表团启程赴文莱参加第14届东盟学生运动会。11月18日上午，老挝学生运动员代表团在万象瓦代国际机场顺利启程，前往文莱达鲁萨兰国参加第14届东盟学生运动会。代表团由老挝教育体育部大众体育和艺术教育司副司长洛沙提苏卡彭先生率领。运动会将于11月20日至28日举行。老挝此次共派出4个体育项目参赛，包括田径、传统武术、羽毛球和藤球。目标是争取获得1枚金牌、2枚银牌和2枚铜牌。7. 战巴塞红十字会救援队出动捕蛇。11月17日晚上7点10分，战巴塞省红十字会紧急救援队接到一名市民拨打的求助电话，请求协助捕捉一条闯入民宅的蛇。事发地点在巴瑟士塔新村。救援队立即出动前往现场检查，在民房区域内发现一条长度约130厘米的水蛇。救援队随后成功捕获了这条蛇，并将其放归远离居民区的大自然中。8. 万象快速公交专用道违规占用现象依然普遍。11月18日早8点左右，在万象市塞瑟塔县的凯山峰威汉大道，从国家会议中心到彭肯红绿灯路口路段，仍有大量驾驶者违反了11月7日发布的第20号万象市通知，进入并占用了快速公交专用车道。现象表明该区域的交通秩序和专用道的使用效率仍面临挑战。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